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尔凯电台，我是尔。健身的朋友都知道，俯卧撑是一个很好的练习胸肌的动作。做完俯卧撑，胸肌应该有发胀、发酸的感觉，这样才算是有效刺激到了目标肌群。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会遇到，做完俯卧撑，胸没有什么感觉，反而手臂和肩膀却很酸。这个情况貌似很普遍，因为有很多朋友都问过这个问题。如果从增肌的角度来看，这样的训练就会比较的低效。虽然我做了很多俯卧撑，但对于胸肌来讲，大多都是无用功。所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两个方面，动作本身的问题和肌肉层面的问题。我们先来看动作方面，这里我一共罗列了6种情况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才是标准动作呢？答案是都不对。当然，并不是说这些动作都是错的，有些动作其实是基于其他的训练目的所产生的俯卧撑的变式。但如果单论练胸这个目的来讲，他们都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。就比如说第一种，大臂和躯干的夹角过小啊，这种姿态下面手臂的肱三头肌吃到力就会更多，参与发力的比重也就更大，所以会更加侧重于训练肱三头肌。练完之后胳膊更酸也就不奇怪了。而第二种情况则是反过来的，大臂和躯干的夹角又过大。这种姿势在新手中会比较容易出现，因为它加强了支点和发力点之间的力臂，这样会更容易起来，所以很多人会本能的采用这种姿势来做俯卧撑。但随之而来就是胸肌的参与度会下降，反而更多力落在了肩膀的三角前束上面。练完之后呢，肩就会比较容易酸，而且这种姿势对肩关节并不是特别的友好，容易引起肩关节前韧带和中韧带的不适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练胸的话，最好将大臂和躯干的夹角控制在45到70度之内的夹角会比较理想。第三种情况，问题在于含胸。含胸会让胸肌一直处于被动缩短的一个状态，这样它就会吃不上太多力，所以你可以把胸挺起来，就像在做卧推一样啊，这样会比较有效。第4种情况主要就是塌腰啊，上肢受力的角度发生了变化，负荷也减小了。从增肌的角度来讲，这是一个极为低效和偷懒的动作，而且三头的受力会变多，练完之后手臂可能会更酸。正确的动作我们是需要将身体绷紧打直，不要塌腰撅头，你要像一块石板一样上下移动。当然，出现这种问题也有可能是基础不够扎实，可以戳我之前的俯卧撑5步解锁教程来一步步跟着进行练习。第5种和第6种情况其实属于同一类问题啊，就是肘部的屈曲角度过大，从而让更多的力从胸和肩转移到了手臂上来。练完之后可能会发现肱三头肌更酸，而且这个姿势会增加训练难度。你可能并不知道你一直在做了一个比标准俯卧撑更难的动作。正确的做法是调整一下你双手的间距和落点，在下放和推起过程中，尽量让你的小臂尽可能的维持在垂直于地面的这样一个状态啊，不论是从前面看还是从侧面看。如果通过上述动作的调整，问题解决了，那么非常好。但如果问题依旧存在，那么就有可能是第2个方面，肌肉层面的问题，有可能是胸肌力量不足，另外就是胸肌的发力感弱。如果是因为力量不足导致的，只需要降低动作难度，比如说换成是跪姿动作，或者是利用桌子来进行辅助，然后随着胸肌力量的不断提升，再换回标准的姿势来做，通常问题就能得到解决。但如果是第2种问题，胸肌始终找不到发力感，就需要一系列针对性的训练来帮助你构建和强化神经肌肉的连接，增强发力感。这里我分享给大家一套训练方法，一共5个动作，都非常简单，也不需要用到任何工具，大家可以把视频添加到收藏夹中，方便日后进行跟练。OK， 准备好，我们开始训练。第一个动作是仰卧抱胸，当然你站着练习也可以。我们先吸气，双手打开，然后吐气的同时，双臂慢慢向中间闭合，在胸前交叉，感觉到头了，依然不要停止发力，持续挤压，手指尖继续往后背去延伸，然后到了真正的顶点之后，再停留5秒，接着再缓慢打开。下一次交叉的时候，双臂的位置上下互换，这样可以保证2侧训练的一致性。这个动作我们一共做8次。
接下来是丝腕夹胸，首先要做的是挺胸，然后将手掌合在一起，并相互挤压，想象手掌中间夹了一沓钞票，不能掉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找一本真正的书来进行辅助。然后在保持这个力的同时，慢慢向前伸直手臂，顶端稍作停留，再慢慢收回来。整个过程都要保持挺胸的状态。丝腕夹胸，我们一共完成15次。下一个动作是宽距肘部支撑。平时我们做平板支撑的时候手肘应该是正好在肩部下方的，而这个动作我们把肘部的间距拉大，向外各取15公分，然后保持手肘不动，身体向前挪动10公分，然后保持住，去感受胸肌拉住两侧手臂的感觉期间核心一定要收紧，不能塌腰撅臀。如果你觉得核心的维持总是会分散你太多胸部的注意力的话，可以先换成跪姿来完成。这个动作我们做40秒。下个动作是宽距跪姿半程俯卧撑，双手打开至2倍肩宽，落于乳头连线的树枝面内，2根食指分别指向10点和2点的方向，挺胸，并且全程保持。这个动作我们只做半程，也就是在大臂快接近水平位置之前就快速推起不做下半程。另外就是要减少对手臂的依赖，假想你正在扇动翅膀的感觉，而不是去推。呼吸的话，下放的时候吸气，推起的时候呼气。这个动作我们一共完成15次。最后一个动作是宽距跪姿离心俯卧撑，起始姿势和之前的一样，挺胸双手2倍肩宽，只是这次我们需要做一个完整的下放，而且是慢速离心，所以要以非常缓慢的速度下放身体至胸口完全贴到地面，差不多需要5秒。然后如果你能直接推起的话，那最好；如果推不起来的话也没关系，可以借力起来。这个动作我们一共做8次。
全部训练并不会花费很长时间，几分钟就能搞定。建议每次练习2轮，只要你坚持打卡训练，就能增加胸部训练动作中胸肌的发力感，提高增肌效率。OK，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全部内容。这里是 Eric 凯电台，关注我，给你最标准、最科学的训练方案。我是 Eric，咱们下期见。